这个炭烤的真慢。又想什么呢？若此番有命难归，我便同你一起上岛，做个上门女婿，好不好？说什么疯话呢？这天下想担大任的人太多，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又太少。若非如此，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。我就不掺和了。想来想去，除了黄龙岛，这天下好像没有第二个桃花源了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你说呢？林公，林公，太原使臣王俊求见。终于来了，不见。令公，文素，你去见一见他。王俊想见的是令公，不是下官。能问的，能说的，老夫与郭家小子都说过问过了，再见，也还是那几句话，不如不见。你去见他，告诉他，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这便是老夫开出的价钱。这个天下，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。林公3朝元老，何以无礼于斯？秀峰兄慎言，令公领袖朝堂，所思所行，非你我可智慧。令公与文素兄今日之辱，一日王俊必有所报。令公不肯见我。是啊，他的原话是：他若还想要性命，这阵子便哪里都不要走动。请太尉上禀令公，国荣有几句肺腑之言，要面陈令公。这干系到令公的一世清誉，还请令公拨冗一见。放手吧，明日重元殿大朝，令公要上殿称臣。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：朕以好穷眷幼，披诚宝业，总揽义纲，必资同德之贤，赖古功而必成。自尔太尉、中书令、匡国威圣军节度使，燕国公道学通九域，声波南北，侍奉3朝。册命元勋据金册，拜太傅，晋长乐郡王，增邑8000户，时封1200户，领枢密使，
使南面汉儿司事，全汴梁内外兵马，赐牙户、牛头，取朝进不趋，尽中走马，可。臣冯道奉诏。朕得大统，国号之事，还要劳烦太傅了。杨氏以隋国公而得统，国号称隋；李氏以唐国公而得统，乃成300年之大唐。陛下基业，得知父祖宗社诸庙，虽不得大唐敕封，却沿袭自松漠都督府旧制。松漠以辽地为治所，陛下称国，号可曰辽。太傅所奏，颇合古意，国号称辽，臣复议之。臣复议。好，那便定国号辽。祖宗庇佑，大辽永兴。陛下，万寿无疆。大辽永兴，陛下万寿无疆。三朝元老，俯首称臣，还献上国号，真是无话可说。却不知冯令公翌日有何面目？复见桑相公于地下。桑相公若是不死，今日只怕也要阵阵。衣冠南渡，一历700载，天下文气节义，不过淮河以北。于今，契丹天子建号大辽，以为北地之主。唯一可虑的，便是河东刘知远。文仲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做大事。大郎，末将在。去将那面道旗取下来。哦。文仲，怎么回事？契丹南来，境势残乱。国祚不有，进士一中，神位无主；社稷有倾颓之危，黎宿有倒悬之苦。河东12州市民兵变，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，诚因切运克及地统，金辉南下，预定中原。王俊回来了。文仲，凤令公说，属谷麦各30万斛，重量3万斛，入京时可为天子。骨瘦实实2代国恩，不能为此不义之事。
天下人心所系，大王却拘泥于旧情恩义，不肯入京大统。我等受大王恩义上拔，当气血在野。民工不出，乃上圣河。民工不出，乃上圣河。在这里喊记的什么用？将门破开，把大王抬出来。住！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稳住！稳住！放开我！稳住！放开我！稳住！这叫显得公义不义啊！小人小义何足为论？社稷安危，苍生福祉，方为大仁大义。臣苏玉圭，请大王即皇帝位。尔等有些过于不义呀！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请大王即皇帝位。赵匡胤万万不曾想到，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，其过程可以如此的草率和仓促。一个新的中原天子登基，披上的第一件黄袍，居然是一面节度使的道旗。刘知远晋阳称帝后，各地藩镇及后进旧将纷纷起兵响应，百姓亦群起反抗，斩杀契丹索命官吏。澶州义军王琼领兵攻入州城，围攻契丹守将耶律朗。东方义军连破宋、亳、密三州。辽太宗耶律德光闻讯大惊，欲弃城北去。这刘知远称帝也便罢了，偏偏定国号为汉。你们说，他是无心之举，还是有意为之？先汉、后汉，乃至季汉，皆为刘氏宗庙。刘知远姓刘，以汉字为号，有借古以张征蜀的意思。凤臣，你是七镇不读书吗？先汉高祖皇帝乃是沛国丰邑人，后汉光武帝乃是南阳蔡县人，季汉昭烈帝乃是幽州涿县人。那刘知远算什么？不过一个沙陀番子，连他的刘姓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偷来的，竟然还敢妄称汉室宗亲，把他的血流出来验一下，怕是后匈奴的刘渊都要比他来的正统。是，贼子建号，莫侯二管，自是没有那许多顾忌。李克用、李存勖、李嗣源这父子兄弟，以沙陀人为中国天子，也没什么。石敬瑭父子也是沙陀人，也做了10几年的江山，而今到我大契丹人为中国皇帝，才2月有余，河东反了，河北也反了。不错，我契丹人是胡种，难道那沙陀朱野氏便不是胡种了吗？真就想不明白了，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，究竟什么是胡，什么又是汉？司空，有客来访。哎，
吴越前红处参见冯令公。司空，请起。谢令公。吴越孙太真参见冯令公。你倒是胖了些。晚辈惭愧，蒙令公大德庇护，再造之恩，敏感五内。红柱永世不忘。令公，快坐。沏茶。司空，请坐。明日，老夫便要伴驾离京了，想着未必能再回来。临行之际，来看看你。离京？那契丹天子要裹挟令公北还？算不上裹挟。我受封太傅，位比于越，谁都能留下，我却不能。令公得披南北，若不想走，纵然是契丹天子，也不好强人所难吧？我向他称臣了。可笑吧？向他称臣，其实是百般不愿的。毕竟，故主尚在，心中难安。令公，朕还在乎这些吗？为什么不在乎啊？吴越前世3代，是梁、是唐、是晋，都是自家选的，会不在乎吗？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平心而论，我对耶律德光不算厚道，他纵然有负天下，却终归不曾负我。可如今，他要走了，我若留下不走，又是为了谁呢？令公此番北去，若非契丹主王室，令公便永不得备至。自庄宗皇帝时，老夫这辈子侍奉了6位天子了，如今这是第7位。少年时读剑录，以魏文贞为艺术。4位旧主先后王室，终于得辅唐太宗，乃臣贞观之治。轮到自家，也王室了5位旧主了，却连个太平年景的影子都还看不到。桑国桥，大事上糊涂了一辈子，有一句话却说对了：年轻真好。吴越，陛下，太傅上了年岁，奈不得行军劳顿，加上背井离乡，远赴塞外，这一遭真是苦了他了。
你去跟他说，此番只是暂离。今年冬月，我必定许他重回汴梁秉政。朕就不信这个邪，沙陀人做的中国天子，契丹人也必定做得。公元947年4月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中原反抗激烈，统治难以维系，被迫放弃汴梁北返，途中暴卒于栾城。6月，已在太原称帝的后汉高祖刘知远率军南下，顺利进入汴梁。南唐使臣徐铉代我主向大汉天子递上国书，以通致好。从前世前来。吴越使臣，前世何在？臣吴越钱弘处，恭迎陛下。吴越前郎，进前来。刺伤张彦泽的是你。京师上下欲杀张贼者，并非弘处一人也。年轻真好啊！宣诏：吴越国前世奉国有度，勤修贡事，抚民治军，有功于东南黎庶。大元帅钱弘佐加太傅、尚书令，检校司空钱弘处今日右卫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国信。臣代我王叩谢陛下恩泽。传令诸军在城外安营，张贴安民告示，豁免基辅州县粮赋3年。臣等奉诏。自军资中划拨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交予开封府。赈济流民，筹措春耕。臣等奉诏。这是朕欠了京都黎庶的老账。冯令公可还无虞？永康王耶律阮和上京的皇太帝耶律李胡之间起了局域，两人几乎兵戎相见。听司的耶律乌质在两人之间奔走，以为调停。此时冯令公也在郑州停下了，陛下下诏，令冯令公回都秉政。可惜呀，九郎这么快便要回去了。都走了好几个月了，国中家中都已是望眼欲穿。九郎此番回去，可还有未了之愿？尽管说来，我和元朗都在京师。君贵兄，如今是左监门卫大将军兼枢密院承旨，郭太尉贵为枢密使，负责巨柔。我虽位卑言微，却还有一身的力气。九郎有什么愿望，尽管与兄长们说来。还真有2件事体，要劳烦2位兄长。九郎尽管说来。小弟加官迄今未有表字，只有一个小名虎子。冯令公当世大儒，学贯古今，待其归京，还请2位兄长替小弟向令公求一个表字。此事容易。
若是旁人求字，以冯令公的个性，未必肯允。但换作是九郎的话，冯令公当另眼相看。哎，第二桩事呢？哎，这第二桩事确实不易。惟愿小弟下一遭再来京师，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。此杯当饮，当饮，当饮，当饮。飓风要来了，不冲底吧？这几个月，就好像过了好些年一样。虎子，你这却又何苦？使君，没有字。搜他身上。程昭月这条疯狗到底许了你什么样的前程？族中内外9房361口啊，州县营田司留内有品级的官118员，衙前虚吏更是不计其数，上千条人命啊！区几张纸就都给卖了，你还是个什么？纸是包不住火的。虎子，你太痴了！天下汹汹啊，这把火已经烧了近100年。岂是你这区的几张纸改变得了的？